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最新一期节目，我是小渊。之前我们讲过一起韩国大叔舔狗年轻女下属的狗血故事，并且收到了不少观众的评论。这一期我们讲个韩裔的狗血爱情故事，妻子到底做了什么出格的事情，能让丈夫写下264页的控诉书？事件发生后，妻子的上门价格不降反升。今天我们就来一探究竟。故事得从2015年的美国说起，在当地一所庄园里，工作人员正在紧张地筹备着婚礼。从地上的花瓣、观众席的座椅，到餐桌的香槟和甜点，再到架子上五彩缤纷的花朵，用一句话概括就是：这是有钱人的婚礼。新郎名字叫做金朝汉，是个年薪300万美元的韩裔医生。新娘是32岁的瑞吉娜·特纳，曾当选美国康尼狄格州小姐。肤白貌美，前凸后翘，女人看了流泪，男人看了犯罪。才子配佳人，羡煞不少人。喜庆的氛围搭配柔和的阳光，连上帝也偷偷跑过来为他们送上温暖的祝福。按理说，在这个点儿，新娘瑞吉娜应该在化妆间里梳妆打扮，或者简单问候亲朋好友，但都不是。相反，趁着化妆助理上卫生间的空隙，瑞吉娜悄悄溜到3楼，确定走廊四周没人后，她小心翼翼打开房门。可还没等瑞吉娜转身锁门，一个满脑肥肠的中年大叔直接扑了过来，用手摸着瑞吉娜下半身说：“宝贝，今天我一定让你跪地求饶。”然后开始各种小动作。傲娇的瑞吉娜直接把他推到床上，一边玩弄领带，一边说：“先付钱再做事。”大叔立马掏出一张2万美元的支票，可瑞吉娜却说：“我可是在我的新婚典礼上为你服务，得多加收5000美元。”中年大叔立马跳了起来：“我的小美人儿，你这是在欺诈消费者，小心我到工商局告你。”说完便火急火燎地掏出一叠钞票，在床垫的弹簧声响了整整40分钟后，瑞吉娜才回到1楼继续化妆。看着满面春风的瑞吉娜，化妆师觉得这一定会是个幸福的女人，不幸福才怪呢。40分钟就赚了25000刀，换作是小渊我肯定笑得不认识自己。10几分钟后，伴随着新婚音乐，瑞吉娜和丈夫金朝汉顺着长毯正式走入了婚姻的殿堂。长毯两侧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，台下金朝汉的父母满脸笑容：“哎呀，我这宝贝儿就是厉害，把堂堂美国小姐娶回家做老婆。”而另一边女方的父母更是笑得合不拢嘴，这个整天不务正业的女儿总算找到个接盘侠。到底是老牛吃嫩草，还是美女傍大款？这场较量最终的赢家会是谁呢？一场大型狗血剧正式拉开了序幕。结婚之后，丈夫金朝汉一直表示想要个孩子。为了能捕获妻子的芳心，百忙之中的丈夫总会陪伴妻子出席各种社交活动，并定时抽出时间健身，从上到下练就了一身肌肉。各种男性补品是一样不落，可每次丈夫都想拔枪填洞时，总是经常不能如愿。妻子表示暂时还不想要孩子，只想和他多过几年2人世界。表面上丈夫唯唯诺诺，但实际上心里都快急出病了。老子都已经是40多岁的人了，你也已经32岁了，再耽误几年枪都拔不出，到时候可就是空悲切。为了让妻子回心转意，丈夫金朝汉在曼哈顿买了一套650万美元的公寓，算上家具和装修，整套公寓价值高达1000万美元。不但如此，为了满足妻子的需要，金朝汉还用房款抵税，在长岛又购置了一座豪华别墅，距离曼哈顿公寓只有3个小时的车程。按照丈夫原本的计划，在结婚后，他和妻子会立马生个白白胖胖的孩子，然后自己负责赚钱养家，妻子负责花钱养娃，全家一起乐哈哈。可由于妻子的坚持，丈夫的计划也只能落空。由于妻子之前是选美小姐，除了健身、化妆、走秀，其余事情一窍不通，所以婚后只能赋闲在家，早上煮个早茶，上午做个瑜伽，下午逛个商场，晚上做个美甲，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新鲜活动了。虽然丈夫给了自己一张额度很大的信用卡当做买菜钱，但瑞吉娜总觉得少了些什么。于是她联系了几个闺蜜，并组织2、3次旅行。旅行途中，
几个闺蜜纷纷吐槽自己的婚后生活，包括产后身材严重变形、被家里的小霸王气得吐血等等之类的话题。其中一个闺蜜还说，自从生了孩子之后，就感觉丈夫好像不太爱自己了，帮她换洗衣服时总能闻到女人的香水味，估计经常在外面偷腥。听着闺蜜从早说到晚的婚后生活，瑞吉娜更觉得自己不能要孩子。几次聚会下来，瑞吉娜便开始厌倦了旅行。毕竟一大帮结了婚的女人聚在一起，除了家长里短，又还能聊些什么呢？在回国途中，瑞吉娜手机收到一条很有深度的信息，我敢保证，我身上一定有东西可以填满你身上的漏洞，等你回复。瑞吉娜双眼一亮，她终于明白，原来她真正缺的东西是刺激感。看着车窗外的酒店，一个大胆的想法在她脑海中产生了。回到家后，瑞吉娜告诉丈夫，自己想投资开发一个 APP， 用户群体是面向中国，所以需要去中国出差一段时间，跟合伙人商讨 APP 盈利模式等问题。起初丈夫很不放心妻子千里迢迢一人跑到中国谈生意，便提出一同前往的打算。但瑞吉娜表示，这是她人生第一次下海，想独立接受这次考验，毕竟自己不可能永远依偎在丈夫身边。看着妻子如此坚定的态度，金朝汉是既担忧又欣慰，但想想自己被排满的日程，也就答应了妻子的要求。几个星期后，妻子回到美国，睡觉前两人躺在沙发上看电视，但细心的金朝汉发现，妻子今天发消息时总是盘起一条腿挡住屏幕。更奇怪的是，丈夫发现妻子从头到尾就没主动提及 APP 投资的事情。出于职业的原因，金朝汉对人的生理和心理习惯都有了很深的了解。他觉得妻子今天很不对劲，妻子到底在和谁聊天呢？居然要躲着自己、闺蜜、父母、商业伙伴。丈夫逐个排除，就是找不出答案，于是他假装打开推特上一条很搞笑的帖子，拿给妻子看。可就在妻子接过他的手机前，妻子快速退出了聊天界面。金朝汉假装关心，询问妻子投资的事情。妻子回答说道，两个国家网络监管政策不一样，在美国吃香的运营模式在中国很难推进。看完丈夫手机的搞笑帖子后，妻子又默默盘起大腿遮挡手机聊天。十几分钟后才下楼洗澡，看着妻子放在桌上的手机，丈夫金朝汉陷入了沉思。那天晚上，金朝汉一夜未睡，半夜时他偷偷爬起来查看妻子手机的另，他切换到妻子手机上另外一个账号，果然第一条消息就泼了他一盆冷水。亲爱的，我想问下，是你那亚洲丈夫厉害，还是我厉害？顺着这条消息抽丝剥茧，丈夫在妻子手机上发现了各种情趣用品的购买记录，好一片绿油油的菜园，怪不得别墅后面的树叶比以前绿了那么多，原来妻子一直在给自己戴绿帽。丈夫想起之前妻子的恩爱场景，所幸妻子每次都要求自己做好保险措施，现在想起来，到底是该先感谢妻子，还是先扇她几巴掌呢？短短10分钟，金朝汉就已经心如死灰了。他悄悄地把妻子手机放回到床边，并走出卧室。半夜4点，穿着睡袍的丈夫走在别墅外的街上，他开始回想和妻子的一切。他开始反思自己当初为何会和妻子在一起。昨天的热血换来今天的狗血，靠在街上的大树依偎在昏暗的灯光里，金朝汉无法理解，为何自己的钟情却换来背叛。徘徊许久之后，金朝汉咬紧牙关，斩断了优柔寡断，他要让妻子付出代价。金朝汉三管齐下，其一，在黑市上找了个黑客，在妻子手机和笔记本上偷偷装了个后门，妻子出现在哪里或者和谁聊天等等，自己都能一一监控，甚至还可以偷偷打开摄像机偷拍和妻子见面的人。当然，这个监听也不是完全符合法律，所以金朝汉又花重金找了2组私家侦探。第一组记录妻子24小时的日常活动，第二组调查妻子的背景资料、履历、家庭、收入、消费和通讯记录，全部一锅端。所以千万不要欺负老实人。叫黑客装完监听后，金朝汉还曾想过，只要妻子不犯下实质性的出轨，那他就原谅妻子。可没想到，当天下午妻子的手机定位就出现在新泽西州一家豪华酒店中。看着私家侦探发来的照片，听着妻子那起伏不断的呻吟，金朝汉恨不得立马扒了妻子一层皮。纵使心中满腔怒火，金朝汉还是忍了下来，将录音资料和照片装进档案袋中。等这个档案袋装满时，就是金朝汉还击之时。
几个月后，瑞吉娜赴约和一名富商交易。就在交易完成，瑞吉娜准备离开时，富商的手下从门外冲了进来，把她按在墙上。原来这名富商手下发现瑞吉娜手机存在后门，监听了他老板的床上运动。富商以为瑞吉娜这家伙是死对头派来的手下，企图用桃色事件做空他公司的股票。可瑞吉娜哪里知道自己手机存在监听后门，一直是哑巴吃黄连，有苦难言。作为惩罚，这个富商将瑞吉娜丢给几个手下，整整几个小时后，瑞吉娜才摸着肚子从酒店房门一瘸一拐离开。从酒店离开后，瑞吉娜直接开车来到丈夫公司楼下，不顾秘书的阻拦，直接闯入丈夫办公室，在丈夫面前把手机狠狠摔在地上。fuck， 你居然敢监听老娘，你是不是不想活了？看着来势汹汹的妻子，金朝汉再也忍不住了，当着所有同事的面甩了妻子一巴掌。这一巴掌下去后，瑞吉娜当场提出离婚，丈夫只冷冷回了一句法庭见。法庭之上，金朝汉直接甩出整整264页的材料，涵盖了妻子背后一切丑闻，以及自己是如何发现妻子出轨。金朝汉表示，自从他和妻子结婚的前一年，也就是2014年时，妻子就作为高级映照女郎给富人提供性服务。在结婚后的5年时间里，妻子通过性服务前后获得70万美元。服务对象包括一位新泽西州的房地产商，以及另外一个富商，还有一个是经常获奖的灯光设计师。老少通杀。为了彻底戳穿妻子的假面目，金朝汉当众指出妻子学历造假的事情。2011年，为了选美，妻子中断了在康尼狄格大学化学系的3年学业，连高中都没毕业。选美后也只是挂在一个社区职业学校，学了点牙科知识后，开始从事映照女郎。激动的妻子立即站起来，指责丈夫在污蔑自己，要求当场质证丈夫材料的真实性。直到法庭响起妻子和富商交易时发出的呻吟录音，他才低下了头，默默看着地面。在诉状的结尾陈词，金朝汉写道：原告一直无法想象，尽管他作为脊柱外科医生具有丰厚收入，以及他对被告的巨大慷慨，被告仍在婚姻期间继续为钱出卖色相。所以原告恳请法官判定被告净身出户。这件事情公开后，被美国媒体广泛报道。而讽刺的是，有消息传闻，自从这位美国小姐出轨丑闻曝光后，她的身价不降反升，许多有钱人反而点名要她服务。嫩草虽嫩，但千万不要贪杯哦。我是小渊，我们下期再见。